近年来有不少的明星艺人因为讲出了歧视女性啊、同志或者是种族的言论，被众人联合抵制。有人质疑说，这种追求政治正确的风气，到最后会不会变成正义魔人的练武行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取消文化吧。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几年如果有关心欧美娱乐圈的话，你可能多少听过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这个词。而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他因为讲出了涉嫌歧视跨性别者的言论，被自己作品的电影演员还有粉丝团发声明切割，成为了被取消的对象。而另外一个很常被提到的，还有饰演杰克船长的强尼戴普，他因为陷入了家暴争议，变成取消文化的目标。代表作《加勒比海盗》、《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等等的作品，也都把他中途换角。而在网络时代取消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认为说这是弱势者对抗强权的有力武器，但也有人认为它正在摧毁大家的言论自由。为什么两边的看法可以差这么多？取消文化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最近志奇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新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取消文化4个字看起来有点难理解但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抵制的行为，而且通常发生在网络上。因为在现代，像是 FB 啊、IG 或者是 YouTube 这类的社群网络占大家的生活比重实在太大。无论是演艺人员、企业还是政治人物，都必须重视赞数以及订阅数。于是像是退赞啊、退订阅或者是这类取消关注的行为，能够造成的影响也都越来越大。而公众人物也越来越担心自己没有流量，失去了原先的收入或是话语权，也因此不得不重视这些网友们的意见。像是前面提到的强尼戴普在家暴争议被网友抵制之后，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大部分片约，就连他最经典的杰克船长角色也因为片商迪士尼担心影响形象，想办法要跟他切割。不过这种抵制现象不是早就有了吗？为什么还要另外创一个取消文化的词呢？没有错，取消文化确实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但这个词被广泛的使用其实是很近期的事情。不少人认为，取消文化的兴起与2017年开始的 Me Too 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当年娱乐圈最严重的大事，就是好莱坞的知名制片哈维·温斯坦被近100位的女演员指控他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的事件。也是在同一年另外一个知名影集《纸牌屋》的男主角凯文·史贝西也爆出了性骚扰案件。那在以前这些有钱有权的名人常常能用各种方法影响媒体或是舆论风向，除了遮掩自己的错误，甚至还能够透过粉丝的力量反咬指控他的人。但是这一次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之下，媒体还有片商都不敢跟他们沾上关系，怕会一起赔上自己的名誉跟营收。而这2个大人物在 Me Too 运动中的大翻车让有些人开始意识到说，在自媒体的时代，网络上面的串联抵制能够造成的效应，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的抵制活动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弱势者对抗强权的武器。因此在这之后取消某某某的动员行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常见。从比尔盖茨到 Kanye West， 很多公众人物都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而在2018年，这个现象得到了纽约时报等等的主流媒体关注。到了2020年，黑人命也是命运动再次兴起之后被取消的对象也越来越多。虽然越来越多人会透过取消文化来传达理念或支持某种抗争，但慢慢的也有人开始反思说，这种文化真的没问题吗？对于有明确性侵事实的哈维·温斯坦，大家普遍会觉得他被取消是罪有应得。但是其他很多被取消的案例就不一定是人人都接受的。像是 J.K. 罗琳因为歧视跨性别言论被取消的例子，就有不少人认为他只不过是对跨性别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也许政治不正确，但并没有真的做错什么，不应该被取消。另外还有像强尼戴普的家暴案，中间被发现说，对，他有家暴没有错，但他的前妻也同样用暴力对待他。有人就认为说，无论谁
对谁错，大家在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呼吁取消强尼戴普，根本不是什么正义的行为。而且被取消的还不只是现实的名人，还有呢，到后来连历史人物也遭殃，像是解放黑奴的美国前总统林肯呢，就被要求从大学中移除铜像，原因是他曾经处决过印第安人，甚至连虚构的作品也可以被取消。比如说在1939年的经典老电影《乱世佳人》就被指控说是在美化奴隶制度，让 HBO 在舆论压力下把电影下架。这连串事情之后呢，取消文化变成了一个有贬义的词汇，不少人觉得已经矫枉过正哦。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社会更成熟进步的表现。哪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呢？接下来我们可以从3个主要的争论来讨论看看。对取消文化最大的质疑是认为他们过度政治正确，是所谓的正义魔人。有些人认为撇除那些真的有犯罪的人，不少被取消的公众人物可能只是不小心，还没有到错。有的时候呢，甚至只是他们的看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言论比较直接而已，没有必要放大解释。尤其那些被取消的历史人物还有经典作品，批评者认为这些东西有它的诞生的时空背景和脉络。现在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在过去可能是大家的日常。你拿现代的观点，硬是要去说他们促进了种族偏见啊，歧视女性，这样下去历史都不用读了，艺术品啊，还有文学经典也通通可以丢掉了吧？不过另外一边的人呢，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那些抱怨自己只是政治不正确，没有做错事的公众人物，往往就是带来最大伤害的人，因为他们所谓的开玩笑，还有非主流意见，其实都是在强化社会对于弱势族群的刻板印象，让他们的处境更艰难，而这些伤害都是真实的。那如果不去取消抵制这些有害的声音，放任他们持续的扩散，那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撕裂。而至于历史人物还有经典作品，他们只说，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历史脉络很重要，那更加应该要重新检讨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学家还有艺术家在阐述历史的时候，通常只会记录主流阶级的声音，弱势族群呢，虽然在历史当中一直存在，但他们的声音都是被取消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还原历史，那更加呢应该要挑出历史错误，让弱势族群的声音被听见，而不只是假装呢过去那些日常都很合理，甚至觉得不容置疑。那第二种对于取消文化的质疑是认为他们侵害了言论自由，像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因为散布不实和仇恨言论被 FB、Twitter、YouTube 3大平台停权，因此他和不少的共和党支持者呢都认为左派的民主党试图用这种阻碍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取消文化去消灭他们不喜欢的声音，但也有人反驳说这样的说法并不恰当。他们认为言论审查是政府下令执行的，但取消文化的发起者是一般民众，本身就是一种言论自由的展现。你可以说你想说的话，可是大家对于你的言论当然也有批评或是忽视的自由。而更重要的是，支持抵制的人认为没有人的言论自由会因为取消文化而被伤害，像是前面提到的 J.K. 罗琳啊、强尼戴普，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支持者在舆论风头之后一样还是继续出书、拍电影跟得奖。而另外被3大平台封杀的前总统川普呢，甚至还搞了自己的真相媒体。有权有势的公众人物并没有因为被取消就真的不能发声，只是他们说的话影响力降低而已。所以与其说取消文化矫枉过正，搞不好还可以说它不够有效。第3种对取消文化的质疑比较特别，有些人虽然认同说取消文化的出发点会让社会变得更好，可是认为呢用这种强烈抵制的手段很有问题，像是抵制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伴随着许多失控的辱骂、私讯灌爆，甚至是死亡威胁，让这些名人的身心状况大受影响。即便事后翻案讨回公道，伤害也难以恢复。他们认为公正人物也是人，因为讲了政治不正确的话就被这样子对待，非常的不符合比例原则。因此呢，在2020年的7月，就有上百位的西方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关于正义与公开论辩的信，当中呢还有不少是知名的左派人物。他们认为想要对抗那些有问题的观点，应该要用辩论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用抵制去强硬压下这些声音。他们担忧说，取消文化会伤害公开辩论和容忍异己的文化，让大家都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创作者不敢挑战常态，变成了另外一种独裁。那也有人指出说，这些有问题的思想不会因为被晋升就消失掉，通常反而会转到同温层抱团取暖，而这样子呢，反而会变成更加的激进跟危险。但相反的，支持的人呢，会认为现在的各种抵制行动，只是要让这些有不当言论跟行为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而已。像以前随便开同志玩笑，大家都不会觉得怎样，但现在大家会停下来多想想，会不会冒犯到人，会不会让自己产生公关危机？这难道不是社会更加包容跟进步的表现吗？
我们认为取消文化是一把双面刃，很多时候呢，它确实能够让一般的民众有力量去对抗有权势的人，也帮助大家反思许多既有的问题。不过，一旦没有拿捏好力道，往往会造成许多难以维护的伤害，让不同立场的人之间更加对立。我们在想取消文化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争议，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过去的社会不是我们想要的，可是却还看不清楚未来理想的社会长什么样子，只能够用试错的方式来摸索。所以取消文化带来的问题，或许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转型的阵痛期。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警觉，做出修正调整，未来的社会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吧。不过具体来说，这要怎么做到呢？我们觉得 HBO 处理乱世佳人争议的方式是蛮值得参考的案例。当时 HBO 先是发声明说，这些种族主义的描述在当时是错误的，如今也是。如果在完全没有解释或谴责的情况之下持续推崇这部片，我们认为这样子相当不负责任。但他们在片头加注了电影的历史背景后，很快的呢又将乱世佳人上架，同时强调说他们不会修改电影内容，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像是这些歧视不曾存在过。这种做法呢，看起来好像是在讨好两边，但其实默默的也给了两边小小的一巴掌。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应对，也让我们看到说，取消文化到底好还是不好，应不应该要继续存在，这些问题或许并不是那么的二元对立。好的，那最后呢，想问大家你对于取消文化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呢？身为公众人物，做错事被取消抵制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算做错事也不应该用取消的方式限缩他的言论自由，所以应该要看事情的严重性，严重的再取消就好。抵制这种事情早就有了，但民众那么健忘，一下就会洗白复出了齁。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取消文化。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什么是政治正确以及言论自由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